一位偏心的母亲总是软磨硬泡给女儿洗脑，让她把薪水分给不务正业的弟弟，把女儿变成伏地魔。一对看似相爱的情侣，男生不断的扭曲事实和情绪控制，让女生怀疑自己的认知，对男生绝对顺从。一个依赖成瘾的闺蜜，小到吃什么，大到找工作找对象，都让你帮她拿主意，如果拒绝就表现得很无助，很需要你，让你产生愧疚感。小伙伴们应该能看出来，上面这些尴尬的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一方通过某种不易察觉的手段控制着另外一方。其实心理操纵并没有那么神秘，相反，它几乎是没有边界，在家庭、情侣、朋友、工作中随处可见。如果一段关系让你觉得拧巴，就是觉得不对劲儿，但是又不知道哪儿不对劲儿，你要么怪自己太敏感、神经质，要么努力让自己适应这种不适感，但这都解决不了问题，因为问题根本就不在你。今天咱们聊聊操纵心理学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临床医生哈利亚特·布瑞克，在近30年的临床经验中，他接触到大量被人际关系困扰而产生心理问题的病人，有些病人甚至像提线木偶，一举一动都被控制，而且完全蒙在鼓里。善良的你一定会觉得哪有那么多腹黑的人，其实很多操纵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操纵者。书中把操纵者分成2类，一类是大家理解的那种，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操纵你，这种人在电视里都活不过2集，没有讨论价值。真正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第2种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操纵别人。第2种往往有一些明显的性格特征，比如边缘型人格障碍、依赖型人格障碍等。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认知变化快，情绪波动大，时好时坏，喜怒无常。跟他们在一块儿，你得尽力配合他们的表演，说什么做什么之前都要先来一遍内心戏。如果没让他们满意，他们会软硬兼施，让你浑身不自在。慢慢的，你就会按照他们的预期来。举个例子，刘英玉条约会，玉条迟到了10分钟，刘英边哭边闹：“你心里就没我，你到底干嘛去了？你说啊！”玉条刚要解释，刘英又说：“我不听，我不听。”依赖型人格障碍的人总有一种渴望被关心的过度需求，什么事儿都听你的。这可不是让你控制他，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变相控制你。你的决定不好吧，他可能会埋怨你；不帮他决定吧，他就会过分示弱，让你觉得对不起他。有一件事儿，玉条让刘英自己做主，刘英就不开心了：“我是没用，什么事都靠你，那我走好吧？”你看，就像带个孩子一样，你说累不累，对吧？除此之外，书中还提到了自恋型人格障碍、表演型人格障碍、马基维利亚人格、反社会人格障碍等9种操纵者。你可能会说，这些人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但作者发现还真躲不掉。一是很多关系我们没法选择，比如原生家庭、学校老师、公司同事这些；二是操纵者往往会把操纵行为掩饰在一层层谎言之下，让你很难察觉，比如他们惯用的一些话术：“我都是为你好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。”三是这些关系我们往往都倾注了太多感情，难以割舍。这样一来，操纵行为就像有了温床一样肆意生长。操纵行为到底是怎么产生的？作者分了3类。第一种是负强化，就是威逼利诱中的威逼，通过辈分、权力给对方施压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第2种是正强化，这就是利诱了，先给你点甜头，上钩了再承诺给你更多更大的甜头，俗称画饼，让你乖乖的听他们的话。第3种是间断强化，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验来解释。科学家把2只鸽子放到2个笼子里，每个笼子都有一个杠杆，通过杠杆给食槽加饲料。鸽子1每啄1次都会喂食1次饲料，鸽子2刚开始也是这样，但10次之后改变了方式，它要啄几次才会喂食1次，有时候3次，有时候5次，完全随机，这就是间断强化。持续了一段时间，科学家不再给2只鸽子喂食，鸽子1连续几次没获得食物就停了，反倒是鸽子2不停地啄杠杆，直到筋疲力尽，就像是对这个行为上瘾了。咱们可以想一下，情场高手是不是经常用这个办法？玉条每天给刘英送1枝花，突然有一天不送了，刘英肯定不适应，开始胡思乱想，过了2天再送，他就会非常珍惜了。间断强化对于被操纵者来说就是未知的希望。操纵关系其实是依赖于2种基本的人类驱动力：损失和得到。损失对应着负强化，得到对应着正强化，间断强化则像是2者的结合，在奖励的希望与损失的威胁中不断拉扯。操纵行为通常有下面几种表现形式：一、利用个人魅力，比如撒个娇卖个萌；二、沉默，不管你说什么我就不说话，恶心你；三、威胁，如果你不听我的，我就让你失去一些东西；四、讲道理，我是专业的，按我说的做准没错；五、倒退，生闷气给脸色，直到你听我的；六、贬低，贬低自己，让对方产生愧疚感。我们来看看对上面这些手段毫无抵抗力的人都有什么特征，可以归纳成3个方面。一、对别人过分重视，有点像讨好型人格，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，所以他们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习惯性迎合他人。
做一些让对方满意的事儿，哪怕这些事儿是以牺牲自身利益为前提的。而且他们不会拒绝别人的要求，不管这个要求是否合理，偶尔拒绝了一次也会满满的愧疚感。2. 对自己过分忽视，自我意识模糊，对自己的身份个性没有清晰的认识，经常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和反应，以为生活中大部分的事儿是由别人或者外部因素引起的，而不是自己能控制的。他们以为寻求别人的帮助可以降低犯错的概率，但他们没意识到这个决策恰好给了操纵者完美的理由。3. 对负面情绪过度敏感，每个人都有生气的权利，这是人类的天性，可以避免被侵犯，但容易被操纵的人不敢发脾气，他们逃避负面情绪的方法就是尽可能不产生冲突，这样一来，妥协让步、伪装和压抑自己就成了家常便饭，打碎了牙还往肚里咽。有这些特征也不用着急，下面的方法一定可以让你夺回人生主导权，让那些操纵者重新认识你。不管对方用什么方式，先不要着急答应，想办法把它晾在一边。如果对方是发消息，先不回复；如果是打电话，就找借口，比如现在很忙，晚点给他回过去。即便是当面说，也可以心平气和地打断对方，比如说有个紧急的电话，或者去个厕所，总之给自己喘息的机会。这个时候对方的眼睛可能都要瞪出来了，不敢相信你竟然这样对他，甚至可能会提高嗓门发牢骚。不用慌，依然心平气和，告诉他你需要时间考虑，考虑好了再回复他。如果对方不依不饶，也不用解释太多。拒绝别人有个很好用的复读机法则，就是不断重复你之前的话，直到对方妥协。几次下来，他就会觉得你不那么好使了，慢慢的就会降低对你的控制欲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是铁了心要操纵你。咱们再来到第2步，如果对方很强势，眼看就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，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。扛过了这一次，他再也不敢把你当软柿子了。这个时候，对方会不断施压，比如不听我的，咱俩的关系就完了。你之前的焦虑、恐惧和内疚就会冒出来，反应机制立刻调整到紧急状态。但你要清楚，这个紧急状态并不是真实存在的，而是对方营造的高压氛围和你对负面情绪的过度敏感。作者提到，习惯化练习是对抗这种紧急状态的最好办法。首先，你要回忆至少3个场景，详细的记录下让你不舒服的语言和行为，然后把这些内容录下来，目的是还原那些糟糕的经历。接着找一个放松的环境，比如躺在沙发上，深呼吸，同时把注意力放在四肢上。2-3分钟后播放这些录音，继续深呼吸，感受肢体的变化，一边情景再现，一边让自己接受负面情绪。每天2次以上，坚持1到2周，你就不会再害怕负面情绪和紧急状态，这样对方向你施压的计划也就功亏一篑了。其实拒绝了1-2次，并不能完全吓退顽固操纵者，你们的关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，这就需要乘胜追击，捅破那层窗户纸。具体如何挑明，作者给出了一个话术，列出他的骚动行为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有没有更好的取代方式？如果他用这种方式，你的感觉又是如何？举个例子，刘英深受玉田操纵，他可以说：你对我大吼大叫，让我感觉害怕焦虑。你完全可以用冷静缓和的方式说出你的需求，这样的话我会觉得你是尊重我的。到这一步，操纵行为被解释得明明白白，操纵者就知道你是来真的了，也十有八九会做出让步。如果还是老样子，那就不用跟他客气，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我知道你的目的，但你的威胁没用了。最后一步是告诉操纵者你的底线在哪，让他知道你愿意做和不愿意做的，什么方式能接受，什么方式不能接受。当然，你也要有心理准备，并不是所有操纵者都愿意改变。比如马基维利亚人格，为人强势刻薄，操纵欲极强，对于这类人，离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另外，即使有些操纵者愿意改变，你们的关系也没办法立刻山明谷应，他们也需要时间来学习正确的行为方式。这个时候，你可以多点耐心和坚持，没准会是新的开始。通过上面4步，你会变成一个不好惹的人，但有一点，正是因为这点锋芒，让你的善良更有价值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